我的小伙伴，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影片。数据显示，观看我们影片的小伙伴中，只有很少比例的人订阅了我们的频道。如果喜欢看到的内容，请考虑订阅一下呀，这会对平台算法将我们的心理学影片推广给更多人起到很大帮助。下面开始今天的影片了。面对压力环境时，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。当你感到压力时，或许喜欢去健身房锻炼，或许喜欢待在车里，把音乐调到最大声，跟着收音机自嗨。不管怎样，这两种应对机制都是有益的、健康的，因为它们不会对你或他人造成伤害。但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健康的应对机制，这些机制可能会对自己或他人有害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5种大家不应忽视的常见的不健康的应对机制。1、被迫积极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词，好感。这个说法及其伴随的情感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。当然，拥有积极的心态并没错。一个人想要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时候，积极是个非常强大的工具。然而，要积极的概念已经走向了极端，变成了有毒的积极。有毒的积极并不是来自真正的快乐，而是来自否认、无效或者轻视。它表明要在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出积极，即使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积极的过度了，所以自然而然变成了有毒的积极。毒害积极的例子，比如不要想了，积极点，所有事都能传到桥头自然直，如果我能做到，那么你也能。或者不幸中的万幸，当强迫自己时刻保持积极时，就是在限制和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这可能会导致怀疑、羞愧和与他人的关系问题。生活有时候就是一团糟，再多的积极情绪也无法改变。生气、嫉妒、烦恼或很沮丧都是正常的，不管是好情绪还是坏情绪，都是人类的一部分。2、孤立自己。目前，保持社交距离是最安全的选择，但也有其他会让人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孤立自己的方式，仅仅因为不喜欢周围的人而孤立自己，这不是健康的习惯。这样做时，这会更难与他人相处。人类作为社会动物，我们渴望并需要与他人建立适当的联系，因为能够从周围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当以一种健康的方式，通过支持性的和有益健康的谈话与他人交流时，就是在允许自己在情感和精神上成长。当压力出现时，培养心理弹性是有帮助的。如果有人在社交场合感到焦虑，要试着去和自己认识的人一起参加活动，或者寻求专业治疗师的帮助，他们可以教一些技巧来减轻社交场合带来的压力。3、宿命论。当坏事发生时，大脑会立即夸大这件事，让它看起来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糟糕的事。这是一种让人类得以存活数百万年的心理特征，为了生存，同样的错误就不会再犯了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，它是一种自卫机制，做好最坏的打算以防万一。不过，这种行为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压力，而高度的压力会导致严重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问题，如抑郁症甚至心脏病。能够帮助克服这种灾难性需求的方法是，让自己去想5个最糟糕的结果，然后问问自己，它们真正发生的可能性会有多大？如果觉得有一种糟糕结果很有可能出现，那就为这一结果制定灵活可行的计划，以防万一需要做出调整。这能够让我们更有安全感，并给生活带来更少的压力。4、压抑自己的情绪。会不会因为觉得没有人在乎自己而压抑自己的情绪，或觉得是在浪费时间而压抑自己的情绪？通常情况下，这是一种自卫机制。当觉得自己无法能在控制某一情境时，它就会被激活。无论选择反应过度还是反应不足，都是没有给自己的情绪一个发泄的机会。虽然我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情绪自控能力，但我们仍需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并以不伤害他人的方式，冷静而合理地将情绪表达出来。如果有小伙伴在问题出现时容易反应过度，那么要注意自己任何的生理变化。通常身体是真实感受很好的指示器，花点时间冥想，让身体稳定下来，可以有助于减少压力，
减少情绪的爆发，也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摆脱压抑的情绪，比如对着枕头大喊大叫、跳舞或者做运动。5. 将过去浪漫化。当我们戴上怀旧的眼镜，尤其是当现在的生活看上去暗淡无光、前途渺茫时，过去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吸引力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无法重现过去，事情发生了，机会出现了，但不都会正如我们所愿。生活在怀旧的白日梦中，会剥夺走我们的机会。我们需要利用现在的机会，如果发现自己经常回忆往事，找出记忆中那些吸引自己的点，并试着在当下将它们重现。现实有时是暗淡的，但我们的视角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它。那么，你最常用哪种应对机制呢？你觉得自己对压力环境的应对机制健康还是不健康呢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经历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及时收到我们的上新通知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